大门推开，一股压力从天而降，脚下的广场以及前方大门化作结界之力四散而去。与此同时，下方的海水开始越发汹涌，而楚风在压力的压迫下无法御空而行，只得坠入海水之中。海水乃蕴藏恐怖的吸力，吸力之中蕴藏强大的结界之力。楚风不仅只能随波逐流，还承受着海水结界席卷体内的痛楚，甚至此刻自己的感应力以及诸多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失败了吗？不可能！失败的念头刚刚升起，楚风便立刻打破。他之所以敢毫不犹豫地推开那道门，正是因为他确定自己的破阵顺序绝对没错。于是楚风稳住情绪，任由自己随波逐流。既然眼前局面无法改变，那么答案便会在后面揭晓。终于，一切停止。楚风已经身处深海底部，尽管海中暗流停止，可压迫并未消失，同时诸多限制也依旧束缚着楚风。楚风想要移动很困难，想要返回海面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同时，那不断深入体内的痛苦也并未消失，继续下去，情况将会非常糟糕。这让楚风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谓的赌上性命，推开大门，并非推开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实际上还有考验。于是，楚风忍住疼痛，四下观察。眼下精神力几乎无法使用，便只能依靠肉眼来看。可是这一看，楚风顿时目露惊色。他看到了一道身影，就漂浮在不远处。而这个身影，楚风认得，龙九道长。那位乃是图腾九道中的龙九道长，只不过这位龙九道长已是陷入深度昏迷，气息十分微弱，随时可能丧命。是幻象吗？楚风起初以为自己是进入了幻象阵法，因为不可能这妖巧合，在这里遇到龙九道长，况且这里也不应该是龙九道长来得到的地方。可是楚风克服痛楚，再度认真观察后，却又很快确定这里并非幻象阵法。于是楚风赶忙靠近龙九道长，明明距离不是特别远，若是正常情况下，楚风瞬息之间便可到达的距离，但因为有压迫力量的存在，楚风则是耗费较长时间才来到龙九道长近前。同样因为限制，也唯有接近之后才能查探他的情况。如楚风所料，他是受此地力量折磨，才会如此虚弱。楚风赶忙取出丹药放入其口中，且融合结界之力帮他稳住情况。但同时，楚风也将目光投向不远处，不远处还飘着两个熟悉的身影，乃是龙八与龙七道长。难道他们当日一别，是来到了这里？楚风记得当时与龙六、龙七、龙八、龙九四位道长分别的景象，本来他们是要同行的，可四位道长好像突然遇到了什么事，便急着离开，并且那个情景有点像生离死别的味道，就好像他们要去做什么极其危险的事情一般。楚风有了猜测，且稳定住龙九道长的伤势后，便又稳定住了龙八与龙七两位道长的伤势。尽管这两位的情况比龙九道长好了很多，可短时间内却也无法从昏迷中苏醒。但这三位都在的话，楚风觉得龙六道长很可能也在这里。于是楚风便四下寻找，因为这里的限制，他的精神力也大大被束缚，只能用肉眼寻找。可哪怕肉眼，可是距离也非常有限。此时楚风的一切就与没有修炼的正常人相差不多。寻找的同时，楚风也在思考该如何离开这里。不过可能是上天眷顾，楚风很快也是找到了龙六道长的身影。但他不止找到了龙六道长，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白发老者。楚风觉得这位很可能也是图腾九道之一，并且实力绝对比龙六更强。尽管那位也陷入了昏迷，可是情况比龙六的情况更好一些。楚风对这两位同时进行治疗，而很快那位楚风不认得的老者便苏醒了过来。楚风，那位看到楚风，眼前一亮，起初有些茫然，但一番观察后，确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于是看向楚风：你是楚风吧？前辈，我是楚风，不知前辈如何称呼？楚风问。你可以叫老夫龙武道长。龙武道长说道。随后经过交谈，楚风也是得知了大概的情况。龙武道长之前在一地闭关，所以本不知道关于楚风的事情。关于楚风，还是龙六道长他们与他讲述的，说楚风是一个天赋极佳的后辈，日后必然名扬浩瀚修武界。而他们之所以会汇合，正是因为收到龙一、老二、龙三、龙四位道长传递的消息，但那并非求助，反而是让他们千万不要来这里的警告。原来图腾九道因缘际会下得到了界天然当初破解这座遗迹的破阵顺序，经过一番准备后，龙一、龙二、龙三、龙四四位实力较强的存在便准备一探究竟，但却被困在了这里。不过进入这座遗迹之前，他们在遗迹外留下了一座阵法，若是一段时间内他们没有解除阵法，那阵法就会传递出消息，告诉龙五、龙六等道长他们在遗迹内出现问题了。本来是想提醒他们，让他们以后小心一点，毕竟图腾九道虽然威名远播，但实际上真正实力较强的便是龙一、龙二、龙三、龙四这四位，尤其其中的龙一、龙二两位道长已是达到了真龙巅峰的境界，是图腾九道真正的依仗。而图腾九道做事风格强硬，也得罪了不少人，没有龙一、龙二撑腰，自然要低调一点。龙一他们留下这座阵法，就是害怕自己出事后，剩下的几位兄弟也出事，便提醒他们日后小心一点，同时也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来救他们，毕竟连龙一、龙二都无法搞定的地方，龙五、龙九他们若来，只是白白送死而已。可是图腾九道虽然修为差距较大，
但却极为重义气。得知四位兄长可能出事，莫说修为较弱的龙六、龙九等人，就连闭关的龙武道长也是立刻出关来到此地。好在龙武道长也知道借天染的破阵顺序，尽管修为弱了一些，可是耗费时间久一点，也还是成功走到了最后。但不曾想，不但未能救出四位兄长，他们也都被困在了这里。楚风小友，你好像不受此地影响。简单的讲述情况后，龙武道长对楚风问道：“也受影响，但是勉强能够承受。”楚风道：“楚风小友，求你帮个忙，去将我四位兄长找到，他们应该也被困在了这里。”楚风小友，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非亲非故，在如此危险的地方，我不该有此要求，但老夫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只要你能将我四位兄长救出，无论你有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龙武道长的年岁应该不小了，可此时说话的时候，不仅祈求真诚，且红着双眼，满面真情，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担心四位兄长。前辈莫要担心，只要那四位前辈在这里，我便可以将你们一同带离这里。不过有一件事，还请前辈带其他几位前辈应下，这里的宝藏我将会拿走，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吧？楚风问。不介意，当然不介意。此地宝藏本就是能者得之，我们兄弟是没有这个本领的，不然也不会被困在此地。若是楚风小友能够拿走，那自然再好不过。你拿走总比其他人拿走要好啊。龙武道长道。听闻此话，楚风也不由一笑。前辈莫要担心，很快就将你们带离此地。楚风这话说的可谓信心满满，但是龙武道长却是半信半疑。尽管之前的确从龙六道长等人口中听闻了楚风一些事，他知道楚风是一个天才，可这里终究是一个可怕之地，连他四位兄长都无可奈何。就算楚风有特殊的本领，有机会解救他们，可很快就能带他们出去，他自然也是有些难以置信。倒也不是轻视楚风，而是他深知此地没那么简单。而就在此时，楚风手腕一翻，一物出现。这是看到此物，龙武道长顿时瞪大苍老的双眼，因为他认得那乃是免死令牌，并且不是寻常的免死令牌，而是免死金牌。若是之前还有些怀疑，那么看到此物，他便知道楚风是何等水准的存在了。这位不是只有天赋这么简单，多半已是当世最强界灵天才，至少是超越了凌霄的存在，否则不可能拿到此令，并且还是金色。楚风小友，你……忽然龙武道长神色变化，他惊愕地发现楚风在融入免死金牌内结界之力，而那种结界之力形态以及免死金牌的变化，楚风分明是在瓦解免死金牌。可是有免死金牌在手，是能够保命的。楚风为何如此？楚风注意到了龙武道长不解的模样，于是手举令牌看向他。前辈，拿到此地宝藏有3个必要条件。第一个，领悟出正确破阵顺序，且成功破阵至此，有勇气推开那道门。第二个，便是要拿到免死令牌，无论是银牌还是金牌，甚至铜牌都不重要，但必须拿到，这是硬性的要求。至于第3点，我也是刚刚才领悟到，那便是要舍弃一切自保手段，尤其是此地获得的免死令牌，这也是勇气的考验，也是真正的以生命为代价。但这也是成功之道。话音落下，掌心握紧，咔嚓一声，那免死金牌彻底碎裂。紧接着，大地颤动，海水开始快速地向大地内涌入。与此同时，所有束缚也随之消散，但却有一道巨大且华丽的石门，迎着道路的磅礴海水，自下方拔地而起。石门打开，浮现而出的乃是结界漩涡。结界漩涡散发吸力，直接将楚风吸入其中。但龙武道长却不受漩涡吸力影响，那是针对楚风的吸力。此刻，龙武道长立于大门前，自认为也算见过场面的他，此刻却感觉汗毛竖起，头皮发麻。他自认为就在刚刚，他见证了一件极为利奥的，甚至会被世人铭记的大事，那就是楚风将得到此地宝藏。看来几位弟兄所述还是太保守了一些，这位楚风小友之天赋可能已达前无古人的地步，难怪会得到那位桃物大人的认可。看来神之时代果然名不虚传，但究竟谁才是最终胜者，还真是未知之数。龙武道长感叹一番后，闭上眼眸，释放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那海水没了，压力与束缚也没了，他已是恢复正常，完全可以凭借感应力搜寻几位兄长下落。很快，他眼眸睁开，同时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楚风已是进入了一座恢宏大殿之内。大殿很大，但却很空旷，唯有大殿中心的半空中漂浮着2件物品，其中一个是散发远古气息的古老卷轴，而另外一个正是钥匙碎片。钥匙碎片与古老卷轴似是认主一般，当楚风进入此殿，便直接飘入楚风手中。楚风收好钥匙碎片，便立刻打开古老卷轴，这才发现这个卷轴很长很长，这其中记载着诸多强大的阵法。但打开之后，卷轴最前端写着4个大字：天道秘典。天道秘典，不曾想这里的宝物居然是天道秘典。楚风直接笑出声音。天道秘典虽对于楚风而言乃是不错的助力，可7界圣府毕竟早就得到了天道秘典，若是他们知道这里的宝藏其实是天道秘典，也许之前便不还会花这么大力气来破解了。当然那是之前，现在依然会全力破解，毕竟界天然也是知道这里还藏着能够打开祖武界宗主城的钥匙碎片，于他们而言，这钥匙碎片才是这座遗迹真正的宝藏。楚风打开天道秘典，
认真观察，发现天道秘典内的阵法共有61座，其中攻杀阵法20座，防御阵法20座，封锁阵法10座，幻象阵法10座，特殊阵法1座，名为出阶秘典。如传闻一般，这天道秘典内记载的每一座阵法都很精妙，但在楚风看来，最精妙的则是记录在天道秘典最后的那个名为出阶秘典的阵法。其实它也算是破阵之法，但它变化莫测，可以应对诸多阵法，可以说是一阵应万阵。这个阵法越看越入迷，恨不得立刻将其掌握，并且楚风发现这天道秘典与秦九的传承简直完美契合。难道说这天道秘典也是秦九前辈所创？楚风又观察了一下其他阵法，虽然楚风也需要时间修炼掌握，但是大概也能看出这天道秘典上的所有阵法都与秦九的传承契合度极高。这种情况多半会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秦九是为了这天道秘典专门创造出了独特的布阵技巧；第二种可能，便是这天道秘典本就是秦九打造的，并且楚风觉得也许这天道秘典也并非完整的，可能还有更高级别的天道秘典，不然为何最后的阵法名为出阶秘典？这不就代表着还有更高级别的秘典？不过眼下楚风也顾不得这么多，他必须掌握这出阶秘典。他觉得这出阶秘典对自己来说将有大用。楚风总觉得先前那声轰鸣不简单，7届圣府的后手不简单，若是掌握了出阶秘典，也许对自己会有些帮助。毕竟这出阶秘典虽不是攻杀阵法，但却是应对诸多阵法的。至于那几位道长，楚风根本不担心。当海水退去之后，束缚便解除了。龙武道长有能力找到其他几位道长，当然前提是其他道长还活着。但话说回来，若是其他道长已经死了，就算楚风出去帮忙也无能为力，所以还是先掌握这出阶秘典再说。但楚风不知道的是，当他在里面钻研出阶秘典之时，遗迹外面早已掀起轩然大波，2道免死令牌所在的大殿内依旧汇集着大量的人马，但那2道巨大的免死令牌却正在瓦解崩塌。与此同时，所有界灵师都能感受到这座巨大宫殿的某种力量正在消散。这种感觉他们不是第一次在这古城内感受到，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此地的宝藏已经被人所得。消息很快传递到介天与灵眸子耳中，难道楚风他真的成功了？7届圣府众人面色难看，结界之力消散，已毋庸置疑就是代表有人成功拿到其中宝藏。可他们知道，对于这里介天冉下达了怎样的命令，若楚风真的将宝藏拿走，他们无法交代。很好，他还真是不让人失望。此时的他必然的一级了，那我就等着他出来，让他知道他不过是白忙一场。相比于其他人，介天则是盯着自己那由令牌映射而出的阵法，阵法依旧锁定着楚风的位置，而他说话的时候看似信心满满，可是脸庞都在抽搐。楚风做到了他做不到的事，内心怎会平衡？7届圣府的大阵再强，终究与他无关。只论个人实力，他已经被比下去了。就算他自信他会是最终的胜者，但也是建立在7届圣府的封锁大阵之上。于个人而言，他已经败了，败得彻彻底底，全方位的败给了楚风。时间流逝，转眼已过10日，消息已经传开，这座遗迹内外所汇集的人数是之前的数千倍之多，是真正的人山人海。尽管没人见到楚风踪迹，但是这祖武界宗遗迹被破的消息却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很多人都在传是楚风破的。尽管没人亲眼见到楚风破阵，可是这个说法却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别看表面上众人不敢说，可私底下都知道了，楚风拿到免死金牌且击败了介天之事。但相比于介天被击败，楚风对抗7届圣府众位长老，连圣级长老都在其手中吃了亏，这件事对他们的冲击更大。尤其是楚风那临危不乱、掌控全局的姿态，被亲眼目睹的人传得神乎其神。莫说小辈，就连许多老一辈对楚风都升起了崇拜之情。这遗迹汇集的人之所以越来越多，就是想亲眼目睹楚风本尊。尽管也有人在传楚风拿到宝藏后可能已经离开了，但大家还是不愿离去，对见到楚风抱有一丝期待。但实际上楚风没有离开，对于这一点7届圣府的高手们最为清楚。毕竟介天手中有所定楚风位置的阵法，在他们的观察下，楚风一直在遗迹深处，并未离开，甚至足足10日时间都未曾移动。这楚风究竟在做什么？该不会受伤昏迷在里面了吧？也有可能是害怕了不敢出来，但不应该啊，这种遗迹应该会有传送阵，会带他离开这里。7届圣府众长老猜测着，可见天阙并不慌张，无论他在搞什么把戏，他都逃不出去。我就不信这祖武界宗的遗迹能直接将他传送到这个世界之外。此时楚风一直在那座大殿内钻研出阶秘典，足足10日时间，他总算掌握了出阶秘典。出阶秘典的确不简单，掌握出阶秘典，再结合秦九的布阵技巧，可以大大提升楚风对阵法的掌控。楚风别看现在还是神袍界灵师，但抛开战力不谈，初期真龙界灵师无法破解的阵法，楚风都是能破解得开，甚至真龙中7届灵师无法破解的阵法，楚风都有可能破得开，这便是出阶秘典的厉害之处。但是正常来说，目前楚风个人对出阶秘典的掌握而言远远不够。倘若7届圣府真的有厉害的大阵等着他，楚风个人只凭借出阶秘典
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楚风并不慌，因为他现在不是一个人，毕竟这里还有几位道长在。没有了阵法的束缚，几位道长的伤势是很容易恢复的。他指点几位道长出力，他们配合之下，任何阵法都不惧怕。当然，若是龙一、龙二两位道长真的在这里，并且安然无恙的话，那便最好。毕竟龙武道长说，那两位已经踏入了真龙巅峰，乃是9品真龙界灵师。于是楚风立刻起身，收好天道秘典，便转身走了出去。而当从结界大门走出来那一刻，楚风感受到自己身后的结界门发生了变化，但同时，楚风也发现，不仅龙9、龙8、龙7、龙6等道长都苏醒了，且他们就站在大门之前。不仅龙武道长在，还有另外4个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站位，楚风也知道，那另外4位便是龙1、龙2、龙3、龙4，4位道长。图腾9道全员到齐，就站在楚风的面前，这让楚风内心狂喜。多谢楚风少侠！就在此时，大名鼎鼎的图腾9道更是同时对着楚风施以鞠躬大礼：“诸位前辈，千万别！”见状，楚风赶忙上前：“楚风少侠，我五哥都与我们说了，若不是你，我们哥几个很可能就要死在这了。”龙9道长满脸感激地看着楚风：“不是可能，是必然。”图腾9道站在首位，面向最老但最仙风道骨、气质超然的老者开口了：“楚风少侠，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大哥，这位是二哥，这位是我的3哥，这位是我的4哥。”龙武道长上前，赶忙为楚风介绍起另外几位的身份。如楚风所猜测一般，他们的站位排序便是他们的身份。见过4位前辈，楚风对着龙1、龙2等4位道长施礼：“楚风少侠，你千万不要客气，事情我都听老五说了，多亏你破开了此地遗迹，不然我们兄弟真要栽在这里了。”楚风少侠，大恩不言谢，但是心意必须要表示，这是我们兄弟9人的一点心意，请你务必收下。龙9道长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楚风观察了一下，这里面宝贝不少，不仅有布阵、炼丹、炼器的天材地宝，还有界灵师的修炼资源，对楚风现在刚好有用。但楚风却推了回去：“前辈，这个便不必了。若是前辈真的觉得欠晚辈一个人情，那晚辈其实也想找9位前辈帮一个忙，只是这件事确实有些难办。若是9位前辈不愿意，晚辈也能够理解。”楚风说道。听闻楚风这样一说，其他几位道长不由得互看一眼，面露难色。尽管不知道楚风后面的所作所为，但他们却能从楚风的话语中听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然而，在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之际，龙一道长却直接问道：“楚风少侠，不知是什么忙？”长话短说，我与7界圣府结下了梁子，他们也知道我在这遗迹内，派了诸多高手来这遗迹内抓捕于我。圣级长老林眸子就在外面，我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高手支援到此，所以我想请9位前辈帮我，只要护我安然离开这里即可。”楚风说道。